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春兰讲坛。现在大家都在准备种菜，那除了这个种子以外，肥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说到肥料的话，每年大家都需要买很多的肥料进来。那其实我们种菜呢，就是一个有机物的这个循环过程。那我们一方面这个买很多肥料进来，一方面每年的话要扔出去很多这个绿色的垃圾。在我看来的话，只要我们经过这个一些处理，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不花钱就能得到很多的这个有机肥。那我这个今天就给大家聊一聊，我们不花钱就能得到优质有机肥的方法，是我归纳了一下5种。那我们首先一点，厨房里的厨余的话，每天我们都会有。它的这个优点呢是什么呢？就富含氮，用来做堆肥其实是非常这个合适的材料，氮、磷、钾什么养分几乎全有了。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零散，每天一点点，量不大。再一个呢，潮湿。针对它这个特点的话，我们就需要做一些必要的处理。那处理当中的话，因为它含有大量可以吃的这个物质，比如说剩下的这个食物。一些这个边角料、果实，那我们就要注意防鼠、防虫、防臭、防污染。实际上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这个才能保持家里面卫生，再一个院子里面的这个小动物才少，虫害才少。这个很多的这个病虫害问题，其实都是这个处理上这个防鼠、防虫、防臭、防污染没有做好造成的。那怎么处理呢？它的要点就是。首先一个，我们这个厨余最好有一个专门的厨余垃圾桶，这样的话，用它来处理，就能做到防止这个虫害啊，防止臭气啊，防止这个老鼠来干扰。但是厨余当中处理当中最关键的一点什么呢？我们说它潮湿、富含氮，那我们针对这个特点就需要添加什么呢？添加干燥的碳源。那干燥的碳源什么呢？最便利的就是泥炭土，这个加拿大这个很多园艺店都卖泥炭土，而且这个价格不贵。那我们堆这个厨余放两三天，差不多这个20-30公分厚了，那撒一层20-30公分的这个泥炭土上去，这样的话就一方面提供了碳源，另外一方面让这个它的潮湿度不是那么大。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碳和氮的比例恰当，微生物就能很好的生长。那不用加什么这个EM菌，不用什么波卡西方法，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肥料。第二一个，我们绿桶里丢的，市政每2周或者每周都来一次，丢弃在绿桶里面的绿色垃圾，那它拿去干什么？它拿去也是堆肥用的。那我们这个一方面我们家里面丢出大量的这个东西出去，另外一方面又需要买肥。其实你买回来的肥料也是这些东西，它的特点一样的，就是零散。潮湿、富含氮，有的材料其实碳氮比刚好合适。那什么材料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草地里面割下来的草坪的碎草，这是非常好的堆肥材料。那同样的，它里边可能含有这个小动物可以利用的东西，含有这个丰富的有机质，那可能就会有小动物，可能就有虫子。因此的话，我们这个在堆的当中，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防鼠、防虫、防臭、防污染的措施。同时的话，这材料里面它含有一些植物材料，也许带有这个病菌或虫卵，那我们就要保证我们堆瓯当中能够产生足够的高温，让它这个病菌、虫卵、杂草种子被杀死。那这个能不能产生高温，2个因素。第一个，我们这个碳氮比是否合适。那我们通常来讲，菜地里面拉秧拉下来的绿色材料，或者说草坪头捡出来的材料，这碳氮比是没有问题的，它能很好的分解。那下来一个就是堆量的问题，因为我看到有的人这个堆肥用一只小小的桶，大概就是装这个5、6升、7、8升的这个桶，这种桶用来堆肥是绝对不可以的。你碳氮比再合适，材料再合适，其他因素再合适，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它的堆量不够，就说它有机质分解产生的温度积累不起来，没有达到80度以上。都不能有效的杀死这个病菌和虫卵，因此的话，这个堆量很重要。那具体的方法，这个其实也简单，就是
我们堆一层这些材料以后，盖一层土，堆一些材料以后盖一层土。这个土的话，可以用我们这个秋天种过花以后，花盆里面的废土来弄。一方面，废土有一个出路；另外一方面，下一年得到的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有机肥。第三一个，树下捡的落叶，每年秋天这个大家都是会有一个头疼的事情，那就是收集落叶，因为我们这个树木比较多，但同时它是一个好事情。为什么？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有机质、有机材料，这是做堆肥非常好的一个材料。但它的特点是什么？量大、干燥、含氮量不够。那我们需要针对它这个特点来调节它的这个比例。那集中这是好事情，方便我们集中大量的堆物。那我们需要的就是需要有一个堆肥的地方，比如说堆肥箱，如果是在郊区的话，那专门有一个堆肥坑，那就没有问题，把这些东西统统往里面扔就可以了。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注意，如果是纯粹的树叶，那里面就需要加入比如说含氮丰富的材料，比如说新鲜的碎草，这个养鸡剩下的粪便或者养兔剩下的粪便，还有这个豆渣厂拿的豆渣，这些混进去以后，经过6个月的发酵出来的是满满一堆很好的肥料。像我去年这个收集落叶收了大概有10几个地方吧，那到4月份、5月份翻地的时候用来做这个底肥，就是非常好的材料，这都是不用花钱的。那第4一个就是地里面种的。那我们地里面种的，大家通常都知道，现在我们最早就要种的蚕豆，紧接着种豌豆。那豌豆种好了，到气候暖和了，5月底我们还要种豆角。为什么呢？豆科作物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种别的东西，也许它消耗地力，特别长得快的，比如说甘蓝啊，这个玉米啊，种一季以后，这个地非常瘦，你下次再种东西就不好种。但种豆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种过豆以后，我们这个豆产品不但营养丰富好吃，剩下的秆秆直接填埋它的肥地。另外的话，豆科的根它有大量的根瘤菌，它可以固氮。种过豆的地它比较肥沃，它养地。同时的话，我们这个结合这个菜地的轮作，还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些这个豆科蔬菜，或者是专用的这个绿肥，有的是也叫覆盖作物。除了这个鸡粪，除了化肥以外，那还有什么最干净最好？那就是覆盖作物。最典型的两个覆盖作物，一个是芍子 （Vetch）， 一个是 Crimson Clover 酱桑叶。它既能装点风景，产量又高，同时肥地的效果是非常好。那我们通常的覆盖作物，就是有3大类，芍子，这个三叶草类，还有1年生黑莓草。它是草，但是能拿做了绿肥，为什么呢？首先一点，它是豆科类的，生长量大。那即便是黑莓草，它不是豆科的，但是它能有效吸收地里面的氮。同时的话，它质地柔嫩，生长迅速，覆盖力很大。一方面可以压制地里面的杂草，另外一方面，它在它开花期直接收割以后粉碎埋地里面，就是非常好的肥料。2周以后分解变成优质肥料，它的含氮量就是8%以上，12%。这样的话，地里面的这个氮素供应就能得到非常好的满足。现在卖的有机商品肥很贵，但其实大家仔细一看，它有机商品肥里面，特别是氮肥类，它无非是2类做的，一类是动物的这个废弃物，比如说血粉、羽毛粉；另外一类其实它也是豆科作物干燥粉碎以后做成的。大家仔细看它的成分就知道。那我们自己做的话，一方面种了豆科以后，土壤得到改善肥沃；另外一方面，割下的这个量很大的，直接填埋之外，还能给别的地块当肥料用。第5一个就是火里烧的。那火里烧的，一说大家可能都明白是什么东西，那就是草木灰。草木灰的话，
它是什么呢？是用有机材料制出来的无机肥。它虽然是无机肥，但是呢，它是非常符合有机生产的要求的。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干净，它富含钾，是最好的钾肥来源，还有富含其他矿物质，特别是微量元素，通常需要的钙、镁、磷、铁、硫，还有这个锰啊、铜啊、锌啊、钼、硼啊什么，它通通都有了。用了这个草木灰以后，那这个植物的健康会得到很好的改善。为什么呢？一方面，它富含这些微量元素；另外一方面，它是呈碱性的。呈碱性的话，叶面干燥的时候撒到叶片上，叶片上有这个红蜘蛛啊、蚜虫啊，它会得到有效的控制。另外一方面的话，它的碱性很强，可以达到pH 值11、12。这在我们的使用当中需要注意，就是叶面潮湿的时候，千万不能沾到叶子上；干燥的时候可以用。另外的话，就是不要把它以这个其他有机肥或者是化肥混合使用。为什么？它碱性强以后，会让肥料里面的这个氮素挥发出来，变成氨气流失。因此啊，这个草木灰要单独使用。这个两种方法，一种的话就是撒在叶片上，这个作为这个一种防虫的这个物质，或者做一种速效的加速的补充。量的话要控制，就说是不能说把叶子全覆起来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种这个翻地的时候，直接混在土壤里面当底肥使用。要注意一点，草木灰的话，通常什么是灰白色的粉末，是壁炉里面烧出来那种烧得很充分的木柴或者草烧出来很烧充分形成的物质。如果在户外烧烤，那一方面我们要遵守当地政府的规定，你不能这个违反政府的这个有关烧火的规定，这是一。第二个，通常户外烧的它烧不透，烧不透剩下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像我土里面这个炭渣，黑色的，它根本不是草木灰。那炭渣能不能用在地里面？能用，但它最大的坏处在哪里？它的坏处在于它根本不含氮。你用在地里面以后，如果你的氮素不得到补充，它会把土壤里面的氮素吸收掉，造成植物缺氮。这个很多人说到草木灰，他想一个变通方法，反正火烧的，那我去这个人家烧烤这个剩下的那个火炭里面拿回来，那个行不行？那不行，那不是一回事，那个是炭渣。这是一。第二个，他跟那个地里面放把火，烧一下那个也是不一样的。那个烧出来是活土，活土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对土壤进行消毒，杀灭土壤里面的这个病虫害或者杂草种子。但它剩下的草木灰量不大。为什么呢？我试过，草木灰的出产力100公斤木柴，它能出的草木灰仅仅是1.5公斤而已，就是1.5%，这个产量是非常低的。因此的话，草木灰重要好不好？好，我们要注意它的碱性。另外，不要跟其他东西混为一谈，因为它不是一回事。我说的这5种东西的话，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都很容易得到，而且量的话都是很大。